吵到你了？没有。你还要弄多久啊？很快了，我根据最新的反馈意见修改一下课题申请书。那我能帮你做什么？有专家指出，样本量太大，在可行性上会有难度。交叉试验呢？会增加计算的难度。那有几种实验条件啊2种。两种还好吧？0.3%乘以164除以4。不对，还要再除以2。那个是不是也得变啊？哪个？这个。对，要变。你自己做吧。你干嘛？我给你一个好的角度，反正你睡不着的时候也要偷看我。谁偷看你？我才没有呢。那你还要弄多久啊？快了，再修改一下项目背景就好了。那个，一会儿你还是别睡沙发了，我觉得沙发不太舒服。睡床吧。先说好啊，这条线为准，不能越线。好，不越线。伟安，你知道吗？其实我也会害怕，从医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我怕我创造不了奇迹，我怕你会离开我。去哪儿？我是不是气到你？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跟你睡。都说了不要提那天晚上。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说的是友好医院药房，你压了我一整晚。北安，你有没有想过，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你压我一整晚，挤我一整晚，我也是喜欢的。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有一天真的会傻，会惨，我也愿意。其实我及你，也许是浪漫，是欢喜，但日子久了，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这样的一天手术感晕头转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喜欢的还是普通又简单的生活。人的本能就是自私的，趁还有理智的时候为别人多着想，自然是要为别人多着想。起床吧。亨廷顿舞蹈症药物实验，要凑够300份样本量，那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呀！但是，在实际推进当中，我们反而没有在样本量上发过愁。参与的患者非常积极，也非常踊跃，因为亨廷顿舞蹈症目前无药可救，而病人呢，只能不可扭转的一步一步走向失控，走向失智，最后死亡。任何一点点的改善，对于已定结局的悲惨人生来说，就是巨大的惊喜。而现在，临床实验已经进入了3期，新药很快就要上市，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希望。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患者从参加药物实验之前到实验之后的影像记录。姑姑，大家请看，舞蹈状四肢乱动的频率和幅度已经非常明显的下降了。维安，咱们不看了，咱们现在就走。走。感谢温教授的精彩分享，下面进行提问环节。维安，维安，那位女士，糟了。刚刚温教授着重介绍了新药物的疗效，那么请问，在试验的进程中，有没有发现任何不良事件？根据目前实验追踪的实时反馈来看，除了一些常见的消化道不良事件以外，还有一些眩晕、头晕等不适反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重大的不良事件。那3粒动脉瘤的破裂产生的不良事件也不严重吗？这种情况吗？这的确挺严重的。我说小姑娘，说话要有依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其中一位患者的家属吧？据我所知，你所提及的这位患者已经主动的要求退出了药物实验，所以根据规定，自动退出的发生一切情况都与药物实验无关。明明是产生了动脉瘤破裂的不良事件之后，才被安排退出药物试验的。你看，这就是自愿退出协议书。你也可以来确认一下，看看上面的签名是不是患者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亲笔签名。据我所知，你并非医学的从业人员，那你又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年会呢？还提出这种不专业的质问。
先坐下。温教授你好，我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顾云峥。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参加内科的年会，呵呵，很少见呐。我这次来参加学术大会，是因为有交叉课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的领域上，神经内外科向来都是有紧密合作的。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参加药物试验期间突发动脉瘤破裂的患者，其中1例恰巧就是我收治的，另外2例2院收治。不幸的是，2院的一名患者在第2次突发动脉瘤破裂的当晚就不治身亡。我们有所有患者的详细病历，并且在第一时间同步到了温教授您的团队。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温教授您似乎至今都还不太清楚这其中的情况。温教授，您能给大家一个解释吗？我认为，一种疾病的发生是由很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是我充分的相信我的团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对这3位患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后续我也会亲自跟进，然后做出最终结论。谢谢2位。那么好，今天我的讲座就分享完了，谢谢大家。对不起，魏安，是我太着急了，没想到寄到温教授家，被温然给打开了。我在想，温教授有没有可能根本都不知情？有可能。那我再寄一份去张河医院。不用了，我亲自去一趟，我亲自交到温教授手里，这样比较放心。也好。杨主任，您还记得我吗？有什么事吗？我想找一下温教授，请问他办公室在哪？哦，温教授出去开会了，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样的。是这样的 ，HDK39 3期临床试验里面有一个被试叫苏媛，你还有印象吗？有点印象，怎么了？他在试药以后出现过2次动脉瘤破裂，我不确定是不是 HDK39 导致的。这是我整理的不良事件报告表，里面还有病历。如果方便的话，您帮我转交给温教授。好的，我会第一时间转交给温教授的。谢谢。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一个他的联系方式吗？我想当面跟他反映情况。温教授很忙，你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网页上的公共邮箱，我每天都会查看的。行，谢谢啊。哎，苏维安，
你怎么才来啊？身体不舒服吗？没有，我早上去办了点私事儿。上班时间办私事，你这算是无故旷工啊！这都几点了？我给温教授的资料被微软拦下了，我早上去了趟张河医院，重新递了一次资料。要是想扣工资就扣吧，毕竟是你的实验室。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又不是每次都要扣你工资。那个什么，张河医院啊，他们办事效率就是低。我上周末给他们公共邮箱发的邮件，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复。那就奇怪了。杨主任明明说每天都会看邮箱的。杨主任又是谁？苏维安，你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我可以帮着你一起解决。不需要，我自己能解决。对了，你的翻译资料还有多少？能不能一次性给清楚？我还要照顾我姑姑，很忙的，没有时间继续在你这当苦力。还有很多，等我整理完了，我再告诉你。云城，你是来接我的吗？上车。晚上起风了，好冷啊！你拿了苏维安的报告是吗？你找我又是为了苏维安？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是，他寄到我家的不良事件报告表被我撕了。怎么？他还专门跑到你们协会去寄的吗？还是你邀请他去看那个什么展？我警告你，离苏维安远一点。就算他要毁了你的项目，你也要这么努力维护他，是吗？那是我跟他的事，跟你无关。还有，以后你不要再来协会了，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不要在我的员工面前装作你是老板娘的样子，被我遇到，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还有事，就不送你了。云城，云城。哟，回来了。嗯。怎么了？谁欺负我们家宝贝女儿了？啊？怎么了，小冉？啊？爸。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出什么事儿了？告诉我。你记得当年我的论文被诬陷、撤署名的事儿吗？那个同学他叫苏维安，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前一阵子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姑姑参加 HGQ39临床试验。哎呀，这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那是很严肃的事情，入组都是随机的，不能干预。哎呦，是呀，我就是这么如实跟他说的。可是不知道他抽什么风，非要在外面造谣 HGQ39有副作用。我看他就是想要报复我。哎，小冉，他是怎么说的？如果真的有不良事件的话，我要跟他当面谈谈。没必要，爸爸。哎呦，他就是心里阴暗，他见不得我好。你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暗恋云城，他现在知道我跟云城谈恋爱，他就心怀嫉妒。
最近他还死缠着云城，云城不理他，他又死缠烂打，非要破坏我们。这个女孩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呢？对呀，爸爸。要是他来骚扰你，你可千万不能理他。知道了。好了，你也别生气了啊。快去洗个澡，睡吧。啊。宋庆安。喂，艾丽塔。姑，你要我找的文献和资料，我已经让我的助理发到你邮箱。太好了，艾丽塔，谢谢你啊！你这一次可是帮了我大忙了。你让我找的都是当下最前沿的基因编辑技术，这对你研究叫治疗有帮助？我自有用处。这样吧，在你回国之前，我请你吃饭。拜拜。需要翻译的文件呢，就剩下这么多。翻译完了，你的工作就告一段落。哪儿找了这么多法语文献啊？慢慢翻，我不着急。翻译仔细一点儿，如果出现错误，那还得返工，多浪费时间。放心，我一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绝不返工。难怪贺晓光瞧不起你，谁会瞧得起一个懦夫？我不是懦夫，你。我不是懦夫。你一定可以做到的。这台手术你已经烂熟于心了，相信自己，你没问题的。哎，小老板，还是你当我一助吧。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顶上去。我待会儿还要去呼吸科会诊，我已经交代贺晓光了，他会做你的医助，关键时候他会帮助你的。为什么是他呀？为了让他见证你的成功，好让他以后不敢再轻视你。小老板，你要进来吗？我不进去了，我就是来看看。顾医生，你要觉得实在不放心啊，留下当医助吧。这台手术方明凡已经研究了无数遍了，只要你不掉链子，就没有问题。小老板，你还是回去吧，别在门口转悠了。你在这站着，我还觉得这个手术室不是我的呢。没事，放心交给我。好，一会儿见。好。
爸最近性格特别孤僻，也老忘事儿，我担心他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经常带他旅游，这次旅游回来就高烧不退。从核磁上看，木上脑室系统扩张积水，小脑萎缩。他平时走路摔跤吗？走路不稳，得有人看着，有时候还要坐轮椅呢。吃饭睡觉呢，都正常吗？这次住院就吃不下，有人喂了勉强能吃2口。我待会儿开个单子，做个腰穿，看看脑积液。啊，好的好的，谢谢医生啊。爸，怎么了？爸，爸，哎，顾医生，把这个带上。发生什么事了？早上一个病危患者血检查出了肺鼠疫123杆菌，根据疾控中心的指示，现在整栋楼紧急闭环管理，任何人不得进出。顾医生，你看要不要先跟家里人报个平安？好。我手机落在科室，没有带过来。那你要不要用我的手机啊？没事，不用座机，先打个电话回科室。好。顾医生，现在整栋楼只有你一个神经外科专家，耳鼻喉科刚刚也提出需求，需要呼吸内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共同会诊。行，我现在就去。好。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手术非常成功，先去 ICU 观察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之后转到普通病房。谢谢医生，谢谢医生。没事。谢谢。小老板。嗯？小老板还没回来啊？方明凡，你刚做手术还不知道吧？住院楼里出现了一例肺鼠疫阳性，你们小老板被封在里面了。对不起。方明凡，青青，怎么样？手术成功了吗？很成功。我都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你真棒。江江，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和鼓励我，有你在，我才能克服心理障碍。你怎么了？手术成功你不开心啊？怎么感觉你有心事儿？听说住院部发现鼠疫患者，小老板被困在里面了，我很担心他。喂，静江。喂啊，我好了，顾医生他可能有危险。什么意思啊？我来跟他说。喂，小老板今天早上去呼吸内科会诊，从一个患者的痰液中检测出了鼠疫123菌，现在住院部的整栋楼都被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肺鼠疫，那可是甲类传染病，感染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整栋楼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应该很快就能控制住。好，先不说了，我打个电话。哎，喂，你别打了，小老板今天会诊的时候没带手机，他手机在我这儿呢。你想进去一下？是啊，我没进吗？
出差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去贵市，那个早就订好了，忘记跟你说了。啊，那这样，我给你下点清汤面，吃完了你再走啊。来不及了，我要赶飞机。这么急呢？啊？来。啊？哎呦，慢点。妈，这段时间不要去人多地方，广场舞先别跳了。回家第一件事先洗手，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哦，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好。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20号通告，按照分类分批的原则，今天封控封闭管理区域有序的解封。同时，从今天开始，华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解除封控。等等，转身，1、2、3。哎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化妆了，哎呦，真好看！哎，新裙子呀，是吧？这是谁家的小伙子呀？啊？什么呀？我去找江江，那么久没见。哎。顾医生，你有空吗？我想挂你的急诊。病人主诉。主诉为好几天没见到自己的男朋友了，心慌胸闷，食欲不振。诊断为相思病，顾医生保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快点啊！去哪儿啊？要来不及了。你今天不是做了3台手术吗？不累吗？你是在怀疑一名外科医生的体力吗？我有一件一直都想跟女朋友一起做的事情，我都想了很久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快走！什么事啊？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这就是你说的，一直想跟女朋友做的事啊？对啊，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但是我一个人又不敢看。你说我在医院，我总不可能把方明凡，我们2个大老爷们儿叫来电影院，这也太奇怪了吧。不过以后我就不怕了，有你在，我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恐怖片。你又想套路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套路你什么？你不就是希望我害怕往你怀里钻吗？没有。我是真的害怕。别装了，不敢看。有个电影说，遇到鬼不能叫，否则你的舌头会被拔掉的。我不相信。来。这样啊，我就不害怕了。这都是套路。你就这样乖乖的，我们俩一起看。你笑什么？我没有笑，我是害怕。还害怕？
顾医生，你的病人和学生知道你是这个样子吗？什么样子的？故意带我看恐怖片，刚才害怕都是装的。我是真的害怕，你不相信你摸摸我手掌心。摸，手心是不是都吓出冷汗了？喂，师兄。什么情况？好，我知道了，谢谢师兄。怎么？我有请各个医院的神外师兄帮我留意他们收治的动脉瘤病人，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参与 HTQ39实验的。刚刚2院的一个师兄跟我说，他们收治的一个病人叫做田绿，就在刚刚突发动脉瘤破裂，抢救无效身亡。也是 HTQ39的被试吗？和你姑姑的情况一模一样。这已经是第3例动脉瘤破裂的试验被试了。果然，姑姑的动脉瘤不是个例。温教授必须得重视这个事情了。师兄，我姑姑不是唯一一个突发动脉瘤的被试，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杨文斌怎么说？杨主任说这只是极其偶然的个例，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出现了。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影响 HTQ39如期上市。我们跟资方签了对赌协议，一旦负面新闻影响公司估值，我就会失去公司的控股权。在这个关键时刻 ，HTQ39不能有任何失误。您放心吧，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达给杨主任，他肯定比我们还希望 HTQ39如期上市，这会是他在张河最成功的晋升履历。门口别停，快点！怎么了，小杨？哦，没什么。听说有几个医闹，怕惹麻烦。温教授，哎！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苏媛，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正好我缺个研究助理，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我不去。为什么呀？谢谢大家。
下面有请南洋医科大学唐国春教授进行分享，有请。苏维安，你是不是没完没了了？你干什么呀？你就这么恨我，非要在这么高级别场合破坏我父亲的演讲？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不仅有我父亲10几年的心血，还有云城所有的资金投入？我就不懂了，你也是舞蹈症基因阳性，我父亲的药如果能顺利上市，对你没有好处吗？还是你为了针对我，宁愿损人不利己呀？温冉，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和你有关的。我从来不针对任何人，但是科研必须保持严谨和不断怀疑。科研跟你有关系吗？你一个辍学的肄业生，你对舞蹈症到底了解多少？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父亲付出10多年的心血研究的成果？温医生，客观存在的不良事件，严重关乎着患者的生命质量。虽然目前全国只有3万个舞蹈症患者，但是再少再小的群体，都不该被忽视。可是你知道云城他为了这个，苏维安，我话还没说完呢。温教授，爸爸，哎，你们要干什么呀？非要让那些舞蹈症患者失去唯一的希望啊！我比任何人都更期待这个希望，前提是，这个真的是希望。哎，看来2位还有问题没有问完，对吗？问吧。是这样的，温教授，不管那些自愿退出的协议书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签署的，我们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3位患者是在参加药物实验期间突发的动脉瘤破裂，并且药物试验有明确的规定，不管是不是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只要在药物试验期间出现的严重不良事件，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道。可你们要知道，新药能够缓解大部分患者30%到50%的症状，而且临床1期、临床2期也没有发现重大的不良事件，实验样本达到了规定的300例，动脉瘤破裂的概率甚至都没有超过1%，对吗？所以，你们提到的案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您的意思是，一定要等到再有一位患者发生动脉瘤破裂，等到这个可笑的概率超过1%，才能说明问题，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是什么学历？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一个顶尖的科研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而得到的科研成果？质疑可以，你得提出科学依据，对吗？如果科学研究都那么容易的话，那么亨廷顿舞蹈症怎么会成为世纪医学难题？温教授，我当然不敢质疑您团队的科研能力，我质疑的是你们的科研精神和药物伦理原则。如果我找到科学依据，你要怎么办？如果你找到，我立刻停止实验，并且公开道歉。一言为定。爸爸，一言为定。别拿，我得等你的解释。老师，我向你保证，我的所有行为都符合药物实验的伦理原则。他们都是自愿签署的协议书，整个过程都有律师在场，我没有丝毫的强迫和威胁。老师，过世病人的遗体当时就已经火化了，根本就没法证明他的死因是因为试验药物引起的不良事件。回去之后，我会亲自开展动脉瘤和药物关联性排除性研究。卢明达，通知下去，尽快安排让所有参加实验的患者进行全面检查。
喂，杜总啊。你之前说想让我去你的组里当研究助理，还算数吗？怎么了？温教授让我拿出动脉瘤跟 HD 哥39的直接关系，我只有回到实验室才能证明给他们看。维安，你想好了，这不仅仅是应聘一个岗位，不只是随便在那儿待一阵子而已。因为实验室不是说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我知道，我也不单是因为温教授，我只是想到以前就算会为了被污染的培养皿而跳脚，就算会因为统计错数据而气得想砸电脑，但是只要看到自己辛苦写的文章，最后存成了 PDF， 而且标题中加上最终版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无法比拟。可是后来，维安，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不用担心。你什么都没有研究出来，就发病了，因为这就是最坏的结果。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糟糕了，所以你只要尝试过，就不会留遗憾。但是像汉庭跟舞蹈症这样这么难的课题，我每走一小步，耳边就会有个声音提醒我还有99999步没有走。你看到温教授那副不可一世的态度了吗？你难道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种人手中吗？你说的对，比起什么都做不出的绝望，我更害怕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我决定了，我要应聘研究助理，回到实验室，证明给他们看。维安，这条路我们一起走下去，不管能走多久，一直走就好了。哎，你们看到这个招聘启事了吗？月薪1万起呢！顾教授总要招人了。哎，顾教授肯定有什么新的课题要研究。我跟你们说，顾教授在胶质瘤的研究水平，那可是国内在天花板级别的。要是能进他的实验组，那以后发论文指定不愁了。干嘛？想分享胜利果实啊？你可别做梦了，看清楚，那招的是研究助理。职级这么低，一看就是给实验室的专职打杂。月薪再高也没什么发展。依我看呢，还是临床才是硬道理。就是啊，研究助理含金量低，工作时间又长，咱们这些恨不得在住院部打地铺的医生分身乏术，还是把这些机会让给刚毕业的学硕们吧。凭着顾教授的招牌和丰厚的月薪，不愁招不到人的。对，有道理啊。
这可是硕博的教材，你看得懂吗？想临时抱佛脚啊？竞争实验室的研究助理的位置啊？思维啊，我好心的提醒你一下，认清现实吧。你一个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本科生，凭什么敢小小进华人医院啊？谢谢你提醒我，要更努力一点。书可以还我了吗？不好意思啊，这书我借了。顺便提醒你一下，这个研究助理的位置，我也报名了。你不是博士毕业了吗？不去领？这么做，只是为了跟我较劲啊？怎么会？你这是怕我了吧？怕我把你比下去，怕你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哎，我还没说完呢。